你拿出去，别人就会说：“哦，这什么镜头？哦，这颗 f1.8 恒定光圈，f1.8 恒定光圈，哦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”嘿，各位好，我是兴趣散的摄影师 Enzo。那接下来介绍镜头呢，是全球世界第一颗有这样子的规格的镜头，也就是 Sigma 2845 f1.8 DGDN Art。那这个是全球首创，历史上第一颗 f1.8 的变焦镜头，真的出现哦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其实有前身的，也就是 Sigma 的1835 f1.8，那颗的话呢是 for APS-C 的，然后当年单反的时候算是非常有名的一颗镜头。以 APS-C 来说呢，我觉得算是最好用的镜头之一，因为 APS-C 的问题就是它的景深比较深一点，所以配上 1.8 的话呢，拍起来效果会更好。然后因为那颗镜头呢是 APS-C， 所以很多电影机呢其实也可以用哦。到现在呢，我还知道蛮多人用 BMPCC 在拍片。那用 BMPCC 的话呢，其实配那颗镜头的人也不在少数，因为真的太方便了。f1.8 就是赞，然后又是变焦，然后画质又好，而且 Sigma 还要把那个镜头出成电影镜头版本，也就是1835 T2， 所以这个镜头可以说是非常的经典。那这颗2845 f1.8 呢，其实也是算有针对影片市场来做推出啦，而且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，其实用全片幅拍片的人可能已经比 APS-C 还要再多。我是说一般的使用工作者啦，不要先讲那些专业的电影机。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详细测试一下这颗 Sigma 最新所推出的 f1.8 恒定光圈吧。那看完以上实拍有没有让你心动呢？你觉得这颗镜头的成像让你很惊艳的话呢，欢迎帮我影片点个喜欢，让更多人知道说这颗镜头到底有多厉害。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详细做介绍吧。那首先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镜身外观哦。我其实有拍个开箱啦，但是我这边想直接做个讲解。然后呢，它的镜身外观呢，其实就跟 Sigma 2系列呢都差不多。然后它的遮光罩呢是这个样子。遮光罩在这颗镜头上面呢，看起来不太算非常的大，看起来算很适中，不会像2470一样感觉遮光罩特别大颗的感觉啦。然后镜身上面呢，一样有两个自定按钮，然后一样有 Art 的明标，然后左边呢一样可以切换 AF 跟 MF， 然后光圈的话呢，你也可以选择无段，然后你也可以把光圈锁住，这些功能都有。然后有人可能会说，那变焦锁有没有？其实不用变焦锁，因为这一颗镜头是内变焦。内变焦意思就是说呢，它在28到45端呢，镜身是完全不会动的，完全不会变长或是变短。然后这颗镜头的长度呢，绝对会比一般的2470还要再更长，蛮多的。然后又不会像70-180一样的那个长度，所以它算是在这之间的长度啦。那这个镜头重量呢是950克。那说认真的啦，重不重？我个人觉得其实是重的，就是我这样子拿着会觉得前面挺重的，然后双手握持会比较好一点。那你可以说它重，你也可以说它轻，因为它目前来说没有任何对手。你唯一在无反市场可以小小比较一下的话呢，是 Canon 的2870 f2， 但那颗镜头的话呢，它是70端跟45端呢又差很多。那颗镜头的话呢是快 1.5 公斤左右，所以又比这颗还要重500多克。那这个差距呢，其实是挺大的啦。然后还有一颗镜头可以对比哦，就是 Sigma 之前所推出的2435 f2， 那颗镜头重量呢是940克，所以这颗镜头呢其实重那颗镜头一点点。虽然它从28端起跳，但是它的望远端呢是45端，然后加上又比那颗 f2 还要再大一点点，所以它比它重，我觉得还算是合理啦。然后前面讲过的 Sigma 1835 1.8那颗镜头，其实当年呢就已经810克了，所以它现在变成全片幅的版本，重量提升了140克。我理性分析的话啦，这个规格这个重量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。但是如果你真的要使用的话，我建议你有机会的话还是拿拿看，因为
不管怎么说，它一定比270还要更重。如果你270都承受不了的话，那这颗镜头你一定会觉得哇怎么这么重手这样？但懂人就懂，1.8就是比较厉害。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它的内变焦好了，影片使用者超级方便。你上稳定器的话呢，你基本上只要平衡一次，接下来你要怎么变焦，其实都不太会影响到稳定器的平衡。影响有，但是微乎其微，真的很少。用这颗镜头在变焦的时候呢，其实对稳定器来说是比较好的地方，因为很多人就是稳定器平衡不好，所以会导致稳定器的寿命呢大幅下降。这个我已经看过我的例子了，就有些人可能用个1-2年就开始极度软脚，那就是因为你常常没有平衡好。那如果你是使用内变焦的镜头，你很好平衡，然后相对来说呢，稳定器的寿命呢也会有所提升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聊一下说这颗镜头的画质、对焦、散景等等的体验表现到底怎么样。那我们现在就来比较画质吧。那我使用的机种呢是 HRV5100万画素，就可以把这颗镜头的画质炸到极限哦。那因为是无低通滤镜啊，所以拍这种建筑物的时候呢，会有这个摩尔纹出现。那大家就可以先不要管这个摩尔纹，我们先看画质的部分。这个是极度放大之后的结果哦。然后整体来说呢 ，1.8 的时候就非常的锐利了，非常的锐利。所以整体看下来呢，不会到有什么非常大的差别。但 F4 的感觉呢，会再利一点点，微乎其微的一点点哦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就是 5.6、8、11跟16。F11 的话有开始些微一点点的下降，但其实砖头纹路呢都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晰。然后在 F16 的时候呢，画质下降比较明显一点，但还是老样子啦，在6100万画素都长这个样子，所以这颗镜头 F16 的下降幅度呢，我觉得是很小的，是很小的。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它的边角画质哦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说，在 1.8 的时候，这个边角的这个最边边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梁柱的感觉呢，已经还是锐利的哦。所以它的边角画质体验在 1.8 呢是没有什么下降的感觉。但你真的要说的话，确实可能 2.8 的时候跟4的时候呢，在树的这个细节呢，会比 1.8 跟2还要再多一点。但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暗角的问题啦，所以就会导致说 1.8 跟2的时候，在边缘的曝光值会比较少一点点这个样子。但是锐利度的话呢，我觉得从 1.8 就是非常夸张的锐利，像这个地方。那接下来是 5.6 到16，那 5.6 到16的边角画质呢，跟刚刚一样没有什么下降。然后在16的时候呢，才有些微1咪咪的下降，但这下降幅度呢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少。所以这个镜头的28端的画质体验呢，几乎是拉满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望远端哦，45端的情况下 1.8 到4的感觉呢，超级良好，就从 1.8 呢，就是一路锐利到4，都没有什么锐利度下降的感觉。那说下去的情况下，可以看到说16的时候有些微的下降，但这个下降感觉呢，跟刚刚28端很像，所以就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下降。我觉得如果你为了缩光圈而换取曝光时间的话，这么小的画质的减损，我觉得是非常可以接受的。那我们接下来看边角画质，在 1.8 的时候呢，边角画质就已经长这个样子了，所以它45端的表现呢，我觉得会比28端好像还要好一点点。就是说它的边角画质呢，从 1.8 到4，都是没有到什么区别的感觉。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缩下去哦，那就跟刚刚一样，就16端有些微的下降，但还是画质非常的好。所以这颗镜头呢，可以说是画质体验是完全拉好拉满的。关于画质的感想呢，就是任何焦段的任何光圈呢，我觉得都是可用范围，都是工作范围，超级厉害。
那我们现在来看对焦速度，这颗镜头对焦速度，我可以说是非常的夸张。它在28端跟45端的对焦速度呢，基本上都是极速，就是一过去就对好，一过来就对好，表现超级无敌好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这颗镜头的对焦表现。再来我们来聊一下这颗镜头的对焦距离，它在28端跟45端呢都是30公分，其实表现非常的好，可以做 1.8， 然后内变焦，然后还做到望远端跟广角灯的对焦距离一样，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地方。所以说它的放大倍率表现呢，其实我觉得以这个镜头来说还不错。你在特写东西的时候呢，加上 1.8 的散景也是很有 feel 的。然后这个镜头抗耀光表现呢，我觉得也很好。我对单一光点这样做运镜的时候呢，其实耀光呢不是很多。然后我们跟其他镜头来做对比的话呢，其实它耀光表现呢真的是好的，就是 Sigma 呢是把他们的全力都灌在这颗镜头上面了。从前面的画质到对焦到抗耀光，一切表现呢都相当好。然后它的星芒表现呢也还行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很次的话，可能要缩到16。但是因为我们前面测试过，16的时候呢，其实画质几乎没有什么下降，一点点而已。所以你为了星芒缩到16呢，是可以接受的哦。接下来讲一个个人比较在意的，就是这颗镜头是 1.8， 那它的散景表现怎么样？那我这边直接拿 Sony 原厂的35，还有 Sony 27的 GM2 来做一下简单的散景对比。那我们先对比 Sony 的35 1.8 好了，这颗镜头说认真的哦，它的散景体验是很像定焦镜的。你在 1.8 的情况下，那个边缘的猫眼感受呢，跟定焦镜超级无敌像。然后如果同情况我们让2470是一样的散景大小的话呢，其实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散景感受呢是不一样的。那我这里补充一下，我后来去补拍了白天的散景的部分哦。那如果它把它开到 2.8， 就跟 GM2 一样的话，那这个散景的风格呢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你比较喜欢哪一颗镜头的散景呢？但散景形状的部分呢，在边边的时候确实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，就是喜欢看这些这么细的东西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跟35 1.8 的比较，就一样 1.8 的情况下，然后这个镜头蛮厉害的点就是说，在这个散景过渡的部分啊，这边应该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色散的部分呢，这个镜头在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少。那我知道这两颗镜头拿来对比呢，可能不一定是对手啦，但就是给各位当做一个参考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散景部分，那我会说它的散景像定焦镜，就是这个原因哦。它在光圈全开的时候呢，这个边缘的这个有点微微的转感我觉得非常的有 feel， 有看到吧？然后全开的时候呢，这个散景的这个圈圈感受呢，会更为的明显，更有泡泡散景的感觉。那也是一样，看个人喜好咯。那我真的是蛮喜欢这颗镜头的散景的。然后如果你是拍影片的用户的话，这颗镜头还可以透过 APS-C 的裁切，我们可以达到28到 67.5 的焦段，那其实就已经接近2870左右的焦段了。所以拍片用户来说的话呢，你的可用焦段呢是更多的哦。那我们现在聊一下呼吸效应哦。这些镜头呼吸效应表现呢，我个人觉得是看得到，但是不算严重，因为它的规格已经这么勇猛了。然后他们官方算是也有特别强调说，它的呼吸效应呢比之前的1835还要好非常多。那我个人觉得呢还算可以接受，但如果以后可以支援呼吸效应补偿的话呢，会更好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到了结论时间了，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一颗镜头的优缺点。那这个镜头的缺点其实就只有一个，就是它950克，重不重？真的重，但是屌不屌？这颗镜头真的很屌。那我们接下来讲它的优点，第一个就是说它 f 1.8 嘛，这前面都看过了，真的是世界首创的镜头啊，各位。如果你想要跟别人与众不同的话呢，就是买这颗镜头，你拿出去，别人就会说哦，这什么镜头？哦，这颗 f 1.8 恒定光圈 ，f 1.8 恒定光圈，真的有，真的有。所以如果你是喜欢炫耀器材的人的话，那我觉得这颗镜头超级适合你。虽然这边有点小开玩笑，但是其实蛮多人是器材控的啦，所以器材控的话很适合买这颗镜头哦。那第二个大优点呢，就是说这颗镜头呢其实超级适合人像摄影师，你同时有28端、35端还有45端。那我觉得 f 1.8 制造散景呢也相当的浅。如果我今天去工作的话，主要目的是拍人像的话呢，我只会带这颗镜头，因为 1.8 比 2.8 的散景呢其实还要浅蛮多的哦。那第三个大优点哦，就是说这个镜头是内变焦，所以影片使用者的话超级方便。然后它前面这个对焦的阻尼感呢也相当顺畅，我在使用的时候呢表现都相当的好。重量上的话呢，我觉得对于影片工作者来说不是到太大的影响，因为其实蛮多时候可能你的 A RAW 会是定镜之类的，如果你是定镜的话呢，你就不用在乎它的重量。然后如果你是上稳定器的话，这个镜头调频完，其实拿稳定器来运镜呢，也不会到觉得很不顺畅，因为它是内变焦，然后你还可以一直去做变焦的动作，然后又有 1.8 的大光圈。所以这颗镜头呢，对于影片使用者来说很棒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关于这颗镜头的全部，那希望各位喜欢。总结来说，这个镜头我觉得真的是
除了重以外毫无缺点，真的太强了，真的太强了。Sigma 把他们最强的地方全部都做在这颗镜头上面，他们就在宣示说，哦，我 Sigma 就是有这个能力，所以如果想追求最佳镜头的话呢，可以购买这颗镜头哦。前面看到它的画质体验呢，真的是拉好拉满。以上呢就是关于这颗镜头的完整评测，有任何问题的话呢，都欢迎留言询问我，我都会一一回答给各位。我是兴趣散的 Sense Enzo，谢谢各位啊，欢迎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，忘了讲，拜拜。